先记住一个数字5400，这是全球货柜船队的大致规模。5400艘船在各大洋之间搬运这个世界的日常，你的手机、你的鞋子、你的咖啡机、你车上的电脑。2022年，这5400艘里面将近一半至少穿越过同一条水道一次。这条水道最窄的地方大约130公里，一艘货柜船用20节的航速，几个小时就能横渡。它的名字叫台湾海峡。再给你第二个数字，全球吨位最大的那一批巨型货柜船有 88% 要走这条路。船越大越省成本，越省成本就越要挑最短的航线，所以全世界最大、最贵、载得最满的船几乎都从这里过。第三个数字，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估算，2022年通过台湾海峡的货物总值大约 2.45 兆美元，超过全球海运贸易的1/5。第四个数字，2023年平均每个星期大约有1200艘船穿越这条海峡，其中大约60%是货船。换句话说，你手上的手机、家里的笔电、车库里那台车的一部分零件，很高的几率都曾经在这条水道上飘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一天这条水道被封锁，世界会发生什么事？答案不是立刻大乱。第一天，多数人毫无感觉。第三天，运费开始说话。第7天，第一批没有到港的货开始现形，晶片、伺服器、汽车电子零件。第30天，全球好几条产线熄火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把这本连锁账一条一条摊开来算。先把话说清楚，接下来的封锁情境是推演，不是预测，但推演里用到的每一个数字都有现实依据。先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讲起，全球贸易的货物量大约80%靠海运。海运是一个成功到让人忘记它存在的产业。货柜革命把跨洋运费压到低得惊人，一双从亚洲运到美国的球鞋，分摊到的海运成本往往只有几块钱台币的量级。低运费的前提有3个：航线畅通、班表精准、保险便宜。这3件事平常没有人讨论，因为它们像空气一样理所当然。现代供应链就是建立在这种理所当然上面。工厂不备大库存，因为海上的船队本身就是移动的仓库，货物按表定时间源源不绝到港。这套系统效率高到极致，也脆弱到极致。而封锁就是同时把航线、班表、保险这3根柱子一起抽走，等于把全球制造业的移动仓库瞬间锁在海上。再看地图，台湾海峡夹在台湾本岛与中国大陆之间，北边接东海，南边通南海，是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最短的海上走廊。往南接上南海与马六甲海峡，通向中东的油田和欧洲的市场。往北直达上海、宁波、釜山、横滨这些巨型港口。全球前10大货柜港大多数集中在东亚沿岸，从南到北一字排开，而台湾海峡正好位在这条巨港链的终点。一艘从欧洲或中东出发要去上海或釜山的货柜船，走台湾海峡就是走直线，不走海峡就得绕到台湾东边的菲律宾海，那里是开阔的太平洋，涌浪大，台风多，还有黑潮顶流，油耗更高，航程多出半天到超过1天。半天听起来不多，但在航运的世界里，时间就是钱。一艘大型货柜船1天的营运成本以数万美元起跳，全球1年累积下来的航次数量庞大，每一段多绕的路，最后都会变成你我账单上的数字。而且走这条水道的不是只有货柜船，日本和南韩2个工业大国能源自给率都很低，中东来的原油，澳洲和卡达来的液化天然气，船队北上的主干道就贴着这片海域走。台湾自己的高雄港在1990年代曾经挤进全球前3大货柜港，今天仍然是东亚转运网络的重要节点，数以百万计的货柜在这里换船、换航线、换目的地。换句话说，台湾海峡同时是货柜的走廊、能源的走廊、原物料的走廊，3条血管缠在同一条水道上。这不是纸上谈兵，市场已经小规模预演过。2022年8月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裴洛西访问台湾，解放军随后在台湾周边划出多个区域实弹演习。那几天，部分商船选择避开海峡，
改走台湾东部海域，多烧油，多花时间。货主紧急询问保险条款，航空公司调整航路。演习前后不过几天，航运与保险市场就已经出现具体反应，这给了我们一个现实的参照点。市场对台海风险的反应速度是以小时计，不是以天计。历史还提供过一个更长的参照。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之后，苏伊士运河整整关闭了8年，全球航运被迫绕行好望角，欧亚航线多出几千公里。世界没有毁灭，但运输成本垫高了一整个世代，航商重新设计船队，市场重新洗牌。教训很清楚，航道被关，贸易不会死，但会变贵、变慢、变形，而且回不去原本的样子。台湾海峡如果出事，世界同样不会停止转动，只是每一个人都要开始缴一笔看不见的过路费。把台海放进世界地图看，会更清楚它的特殊。全球航运有几个著名的咽喉点，荷默兹海峡掐着石油，全球海运原油有很大一部分要从那里出波斯湾。马六甲海峡掐着亚欧干线，苏伊士和巴拿马2条运河掐着捷径。这些咽喉点管的多半是能源和大宗物资，断了，痛的是油价和电价。台湾海峡不一样，它掐的是制造业的成品和零组件，是全球分工体系的输送带本体。油断了可以找备源油田，输送带断了找不到第2条输送带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叫咽喉，台海的账要用另一种算法。还有一件事要先说明，封锁不是只有一种形态。智库推演过的版本，从全面禁航、宣布简易拦检到选择性放行，各有不同的强度和法律包装。但对航运市场来说，这些差别其实不重要，因为市场真正定价的不是炮火，是不确定性。只要船东不确定自己的船进去之后出不出得来，账就会照最坏的情况算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推演就可以开始了。再强调一次，以下是情境推演，不是预言。第1天，假设封锁宣布，海峡划为禁航区，第一批动起来的不是军舰，是保险公司与船公司的调度室。航运圈有一个即时的观测窗口，叫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，每一艘商船的位置、航向、航速都摊在荧幕上。封锁宣布后的第1个小时，你会看到海峡两端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，航迹线开始转弯、打结、原地画圈。正在海峡里的船加速通过，还没进入的船在外海减速、漂航，等待指令。那是几百亿美元的货，在海上等一个没有人给得出的答案。拥船合约里的战争条款被翻出来逐字检查，法务部门开始计算谁有权拒绝航次，违约金怎么算。同一时间，燃油市场也动了，船用燃油的采购地点被迫改变，新加坡和釜山的加油泊位开始排队。这一天，全世界的超市货架没有任何变化，多数人的生活照旧。连锁反应的第1节骨牌是在办公室里倒下的，不是在海上。第2天到第3天，伦敦的保险市场正式接手剧本。海运战争险有一个外行人很少注意的特性，保单通常附带7天通知的取消条款，保险人可以在情势改变时以7天为限重新报价，等于费率永远跟着风险及时浮动。台海一旦被列为高风险海域，费率不是慢慢爬，是跳空上涨。参照红海危机的实际数字，战争险附加费率从船体价值的 0.2% 左右，一路被推升到接近 1%。套用在一艘船体价值 1.5 亿美元的大型货柜船上，光是通过一次的战争险附加费就可能多出上百万美元，而这还没算船上货物的保险，运费同步起飞。红海危机时，亚洲到欧洲的即期运价在几个星期内涨了大约2到3倍，台海周边航线的货量规模更大，替代路线更少，涨幅只会更陡。第3天收盘，全球航运股剧烈震荡，货主抢仓位，运价表1天1个版本，还有一条很少人注意的成本线也在同步上升。船员，国际航运的惯例是，船只进入战争风险区，船员有权拒绝上船，愿意跑的人领取战区加给，薪资可以翻倍计算，船、油、保险、人4项成本同时起跳。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海上一炮未发。第4天到第7天，
改道成为常态。北上的船绕行台湾东岸，南下的船在吕宋海峡外围排队等航路指示。而吕宋海峡夏秋两季正好是台风的走廊，改道的船队还得跟天气赌运气。每艘船多花的时间看似有限，但全球货柜航运是一张精密到以小时计算的班表，靠港时间、泊位、拖车、铁路全部环环相扣。班表一乱，骨牌开始连倒，这一港晚到，下一港的泊位被占住，再下一港的空货柜调度跟着错位。2021年长次号卡在苏伊士运河只堵了6天，每天被卡住的贸易额估计大约96亿美元，后续的塞港效应花了好几个月才消化完。而台海情境比苏伊士更棘手，因为苏伊士只是塞住时间表明确，台海是不确定，没有人知道何时结束。市场最怕的从来不是坏消息，而是不知道有多坏的消息。到了第5天、第6天，另一层问题浮出水面，不是所有船都绕得起。大型远洋船队还有本钱改道，但支撑区域贸易的中小型近洋船，把货物从大港接驳到小港的支线船，航线本来就短，利润本来就薄，一绕就亏损，很多干脆停航。大动脉还在硬撑，微血管已经开始坏死。然后第7天到了，标题的那个问题在这里兑现，世界开始缺什么？第一波缺的不是你在货架上看得到的东西，而是藏在供应链中段的零组件。晶片首当其冲，台湾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制程晶片，最尖端的部分市占估计高达90%上下。全球人工智慧伺服器需要的顶级晶片几乎全部出自台湾的晶圆厂。封锁之下，高雄港、台北港的货柜轮出不去，货机能不能正常起降也要打上问号。晶片单价高，重量轻，平时本来就有相当比例走空运，但空运救不了全局。账一算就知道，全球贸易的货物量，空运承载的比例不到 1%， 它运的是价值，不是体积。一艘2万 TEU 货柜船的载货量，换算成大型货机要飞超过1000架次才载得完。空运救得了晶片这种高价轻货，救不了汽车零件，更救不了家具和成衣。海运一停，空运只是止痛药，不是解药。而且晶片的旅程比多数人想的更曲折，一片晶圆在台湾完成制造之后，往往还要送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封装测试，再运到中国或墨西哥的工厂组进产品，最后才漂洋过海送到消费者手上。这条路线要跨越海峡和周边海域好几次，封锁等于在同一条神经上连砍好几刀。第7天，全球的电子厂开始清点手上的晶片库存，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够撑几个星期，撑不过1季。采购主管的电话被打爆，现货市场的晶片报价一天翻一次，囤货与抢单同时上演，缺货还没真正发生，恐慌性的抢购已经先把库存吃光。这是每一次供应链危机都会重演的剧本。别忘了，台湾不是只有晶片、工具机、自行车、机械零件、螺丝扣件、石化原料，台湾都是全球供应链上的要角。美国组装线上的一颗精密螺丝，欧洲车行里的自行车变速零件，东南亚工厂里的工具机，断供的涟漪会以不同的速度往外扩。只是这些产业的库存周期比较长，痛感来得慢一点。晶片是神经，最先叫痛的一定是它。第8天到第14天，汽车业第一个举手，而这不是猜测，是重播。2021年的全球晶片荒已经完整演练过一次。一台现代汽车需要超过1000颗晶片，少一颗单价几美元的微控制器，整台车就下不了线。那一年，全球车厂因为缺晶片减产大约770万辆，损失营收估计超过2100亿美元。成千上万台接近完工的车停在停车场等一颗晶片。注意，那一次只是产能不足，航道还是通的。封锁情境是航道中断，冲击有增无减。现代车厂奉行即时生产，关键零件的库存以天计算，不以月计算。推演到第2个星期，日本、德国、美国的整车厂陆续公告部分产线停工，是完全合理的剧本。停线不是只停一座工厂，一条整车产线背后是几百家层层相扣的零件供应商。车厂一停，冲压厂、线束厂、座椅厂跟着放无薪假，冲击沿着供应链往下传。
一路传到最小的家庭工厂。2021年我们已经看过一次这种骨牌怎么倒，当时倒的原因只是晶圆厂产能排不出来，这一次的推演里是货根本出不了港。第15天到第30天，缺货从零件层浮上成品层，笔电、伺服器、显示卡、网通设备，这些高度依赖台湾供应链的产品，通路库存开始见底，价格先涨，交期后延，企业采购被迫排队抢配额，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扩建时程整批往后推，因为训练晶片没有第二个来源。同一时间，塞港从亚洲蔓延到欧美，改道的船挤在同一个时间窗抵达，港口吞吐失衡，货柜堆存费暴涨，内陆卡车与铁路跟着堵塞，冷冻柜的插电位一位难求。2020到2021年，疫情塞港的画面重新上演，只是这一次的起点不是病毒，是一条被封住的水道，痛感也终于走到消费端。上一次晶片荒，美国二手车价格在1年之内暴涨超过30%，新车要加价，等半年。这一次的剧本只会更快，电子产品开始限购，各国央行重新打开通膨报告，因为运费和缺货会直接写进物价。如果封锁撞上第4季，欧美零售业的年末购物季备货会整批开天窗，零售商在9月就要下的椰蛋订单根本上不了船。缺货的新闻画面会从财经频道移到晚间新闻的头条，经济学家已经替这个情境标过价。荣鼎集团的研究估算，光是封锁本身，全球经济的损失就会超过2兆美元。彭博经济研究则推算，若情势升级为全面冲突，第1年全球经济的损失可能达到10兆美元的量级，大约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1成。到了这一步，封锁已经不是军事新闻，是每个家庭的家计新闻。把镜头拉回保险市场，因为这里藏着整场连锁反应里最快也最冷酷的开关。很多人以为航运的极限在船，在港口，其实在保单。国际航运的惯例是，没有保险，银行不放贷，货主不出货，港口不欢迎你，租船合约直接失效。伦敦的联合战争委员会一旦把某片海域列入高风险名单，所有进出的船都必须另外购买战争险附加保障，而且费率随时可以重新报价。历史上这套机制运转过很多次。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邮轮战，数百艘商船在波斯湾遇袭，伦敦市场没有停止承保，但费率高到航商必须把每一趟航次当成一场赌局来精算。红海危机则给了我们最新的刻度，平时 0.2%， 紧张时逼近 1%， 个别时段甚至传出更高的报价。如果台海被列入名单，以这条航道的船只规模与货值计算，一艘载满货物的2万 TEU 级货柜船，船体加货物的总价值可能超过10亿美元，1%的附加费率就是1000万美元的量级，而且每7天重新报价一次。更关键的是，当风险高过某个门槛，保险公司可以直接拒保。拒保的意思不是变贵，是这条航线在商业上直接消失。这就是封锁最省力的地方，不需要击沉任何一艘船，只要让保险公司收伞，航道就会自己关上。历史上真正让商船队停摆的往往不是炮弹的落点，而是精算师的报表。而且保险的骨牌不会只停在船东这一层，船的战争险涨，货物险跟着涨，货物险涨，贸易融资的银行就要求更多担保，中小贸易商拿不出担保，订单就直接取消。一张保单的费率变动，最后会决定几千公里外某一笔生意做不做得成。费率飙到极限之后，剧本通常只剩一种写法，国家亲自下场。二战时期的英国商船队，邮轮战时期的波斯湾航运，最后都靠政府担任最后保险人，用国家信用替商船兜底。换句话说，台海如果真的走到保险市场收伞那一步，接下来的问题就不再是商业问题，而是哪些国家愿意用纳税人的钱替通过这片海域的船队背书。保险会从精算师的表格变成外交部的公报。推演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尾巴，解封不等于复原。假设封锁在第30天结束，海峡重新开放，连锁反应并不会倒带回放，积压的船会在同一时间涌向同样的港口，塞港反而在解封后达到高峰。被打乱的空货柜分布要花几个月才能重新归位，被迫停线的工厂
重启排程，以星期计。2021年苏伊士只堵6天，全球班表花了超过1个季度才恢复正常，这是现成的比例尺。更深的变化在信心层面，经历过一次封锁，货主会重新设计航线，保险公司会永久调高台海的风险权重，部分制造业会加速分散布局。就像1967年之后的苏伊士，就算重新通航，世界也回不去原本的样子。封锁的账分成2本，一本算封锁期间的损失，另一本算之后几年所有人为了避险多付的成本。第2本往往比第1本更厚。最后一题，谁最痛？直觉的排序很简单，台湾第1，日韩第2，离得越远痛得越轻，但把账摊开来算，排序会反转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指出，2022年通过台湾海峡的 2.45 兆美元货物里，属于中国自身进出口的就有大约 1.4 兆美元，是这条水道最大的单一使用者。中国有接近1/3的进口依赖这条走廊，石油、煤、天然气、铁矿砂，还有维持世界工厂运转的各种原料，全部要从这里进门。沿海从上海到厦门的一整排港口城市，吃饭的家伙就是这条航道。航道一封，出口导向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于同时被按下暂停键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推演里，发动封锁的一方同时掐住的是自己的补给线，出口断流，工厂缺料，就业承压，外资加速撤离，金融市场动荡，每一项成本都会在第1个月内浮现。日本与南韩排在第2梯队，两国的能源与贸易生命线紧贴这片海域，中东来的油轮，澳洲来的天然气船都要在附近转弯，改道的成本天天累积。更麻烦的是，日韩车厂和电子厂同时是台湾零组件的大客户，能源与零件两头被夹。美国与欧洲看似离得最远，却在晶片这一项上被掐住最细的血管。先进晶片断供，冲击的是车厂、云端运算、医疗设备与国防工业的心脏，而这些产业短期内找不到替代来源。各国近年砸下重金在本土盖晶圆厂，但新厂从动工到量产要以年计算，缓不济急，救不了第30天的产线。还有一群容易被忽略的输家，东南亚。过去几年，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承接了大量从中国移出的产能，但这些工厂的心脏零件、晶片、面板、精密元件依然大量来自台湾与东亚。台海一封，所谓的供应链备援计划会当场现形，厂房搬走了，神经还连在原地。至于台湾，冲击当然最直接，能源与部分物资仰赖海运进口，考验真实而严峻。但台湾常年维持战略储备制度，短期民生不至于立刻断炊，而全世界对台湾晶片的依赖，反而让各方都有强烈的动机避免走到玉石俱焚。这本账算到最后，结论只有一行，没有赢家，只有输多与输少，而输的最多的很可能就是动手的那一方。总结，把数字重新排一次队，5400艘货柜船的一半，88%的巨型船，2.45兆美元的货，每星期1200艘的流量，全部通过一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的水道。平静的时候，没有人多看他一眼。一旦出事，第1天保单重算，第3天运费跳涨，第7天晶片告急，第14天车厂停线，第30天全球塞港。保险市场只要收散，航道就形同关闭。2兆美元起跳的账单由全人类分摊，解封之后还要再付好几年的避险成本。台湾海峡不只是台湾的海峡，它是全球化这栋大楼的承重墙之一，所有人都住在这栋楼里，包括那个想拆墙的人。从长次号的6天到苏伊士的8年，历史一再证明同一件事：现代世界对航道的依赖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深，而咽喉点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从来不需要真的被掐住，光是存在就足以改写每一方的算计。这也许就是这本连锁账最重要的一行结论：账算得越清楚，就越没有人敢轻易动手。下足有时候不在飞弹的射程里，而在账本的数字里。